我现在在孟加拉最顶级的富人区，这里是孟加拉首都的高尔山顶级的富人区，有些小小秩序，南北通透的主街。哇塞！刚那个人直接飞出去了。各国大使馆、宝洁、微软、可口可乐等国际公司，威斯汀、喜来登、皇冠假日、国际5星酒店云集于此。华为大厦，老哥，我可以拍一下您的衣服吗？华为，头一回见到这么多中国人，不赖啊！5星级酒店 Emirates 啊，富人区的5星级酒店的屋顶啊，那边我还能看见威斯汀。富人区超市的物价是什么样的啊？全孟加拉最好的商场，深圳那边拿货。From 光州，深圳人。深圳。深圳，华强北驻孟加拉芬兰，约会一位孟加拉富人小姐姐，在情人节约会的一天。I so wanna visit. Now I'm like so hyped up for China. I really wanna visit. 本期视频，各位将跟随老杨深度探索整个富人区。现在我已经来到了古尔山这个区最南端，一会儿呢，老杨将一路北上，带大家好好的领略一下孟加拉最顶级的富人区是什么样的。咱们要正式北上了啊，家人们！这2天不赶上孟加拉的大选吗？这边已经有游行的队伍了啊，在这个顶级的富人区。这2天啊，我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汽车。这几天住的一直都是打卡的老城区嘛。基本上那边都是这种彩虹人力车呀，要不然就那种孟加拉的秃子。感觉路上的车啊，没有在老城区那么多，就是那么拥挤。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稍显有些小小秩序。那么呢，古尔山的这一条南北通透的主街，哇塞！哇！我靠！吓死宝宝了！我靠！我看那人直接飞出去了！我感觉老杨这几天都不想再打摩托车了，我靠，太危险了！我靠！哦，我现在一时间都没有缓过来，我靠！刚那个人直接飞出去了，我差一点被一个车就压到了，我的妈呀！老杨看嘴上开了光了，我刚说他这交通稍显有点秩序了，然后砰就撞，我妈呀！哇，这一路走来啊，从建筑来说啊，显而易见的就是这种高楼大厦了啊。单看这种建筑外立面来说，看着还是挺现代化的。在这边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啊穿正装的本地人了，是不是相对来说这边就有点像这种经济贸易中心啊、城市银行中心啊？这个楼显得 Hello, nice to you. Yeah, thank you so much. China. China. Enjoy the city. Oh,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不愧是银行大楼啊！这完全跟孟加拉本地的生活形成天壤之别。富人区怎么也没有红绿灯啊？哦，我看见了，这红灯，但是没人管，就直接过。那上面不是红灯吗？没有规则，没有秩序，我只能是跟着本地人了。看来，我的妈，这边过马路停靠。因为这边你跟他说，你跟他就是点个头，示好一下，他也不会管你。主要是越北上，高楼大厦、摩天大楼的密度就越高。这边呢也聚集着国际豪华5星酒店，哎，万丽、威斯汀、皇冠假日。路过一个 Alpha Mart， 我们来看看富人区里面的超市是啥样。正好我也渴了，买点水喝。Thank you. Thank you. 这是我来孟加拉这么多天啊，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冰箱。终于有橙汁了，家人们，太不容易了。我这2天在孟加拉各个地方都找不到橙汁，30塔卡，大概应该是2块钱。像这种小雪碧呀、小可乐、小美年达这种的，应该是1块多钱。空洞饮料什么的，3块钱左右吧。这啥棒棒糖啊？咋这么大？合人民币应该是10块钱出头，和一包应该是1块多钱。乐事的薯片3块多钱，像这个本地的 nacho。可就便宜了，1块多钱。这是在富人区，家人们，你像这种的几毛钱。我终于看见奔驰了，原来孟加拉也有奔驰啊！
家人们，在这样的街道徒步，你们还能看出来这是孟加拉吗？不过啊，家人们，可能是我对这个古尔山有稍许的误解，我以为整体的这个建筑风格都是，这种摩天大厦、高楼大厦，但实际上，家人们也有我身后这种，这走在使馆区啊 ，no， 整个这一片啊，家人们。这个安全馆 ，OK， 包括这个街道的这种建设啊，我还是蛮棒的。路过这座桥啊，吓我一跳，是不是装甲车都上来了？家人们，这些车应该是预备这2天的大选的吧？家人们，华为古尔山最中心的位置吧，看到一个咱们华人的球队，看吧。这个大楼，家人们，华为大厦有点这个民族自豪感啊，就是我们这栋大楼写的华为。在古尔山最市中心的位置上，中国人吗？在华为工作？对。所以这边的华为是卖手机吗？还是做一些通讯类的？做通讯类的比较多。我们的衣食住行基本上都是公司啊，就是华为买单是吧？可以问个敏感的问题吗？这个工资，我只能说相当不错。大学毕业的第1份工作？对。哇，就选择了来孟加拉，怎么会有这个想法说来孟加拉呢？主要是因为我感觉，其实更加的，其实就是想要去跳出这个舒适圈。然后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以前我对孟加拉可能会有一些刻板印象，所以就是刚好华为给我这个机会可以来到孟加拉，然后我就觉得趁这个机会可能来孟加拉来工作一下，趁年轻多赚一些钱，多闯一闯。对，多闯一闯。当你把你要去孟加拉的这个结果告诉父母，他们有什么？当然一开始会很担心，可是过后呢，我就有去说服他们 ，OK， 然后过后他们最后还是让我来。只有你一个人在海外？对，只有我一个人在海外。哇，没想到年龄最小竟然最能闯。有句老话叫老幺，基本上都是家里那个最能作妖的。对，2天就要过年了，那么我估计啊，应该是在这个场地里正在活动的这些祖国的家人们，应该是在这边过春节，所以也希望他们来年的工作呢更加顺利。家人们，咱们上来跟各位老铁们凑凑热闹啊！可能大家不知道啊，老杨有一个隐藏身份，就是原来是一个足球运动员。就是基本功可以看出来啊，家人们，这个这么多年足球功底是没有忘掉的啊！闹中取静啊，在古尔山找到了一个特别棒的咖啡，我给大家安利一下啊，感觉。装修上也有一些自己的小特色啊！看我坐的这个小位置怎么样？旁边就是古尔山区的这个算是豪华公寓嘛，给大家看看他们家的一个价格啊，反正基本上均价啊，40、50、50、60，大概是这么一个价格。这个咖啡的话，大概20、30，这个价格就应该是这种1线旅游国家的城市的价格也是差不太多的。原谅我戴上了口罩，家人们，因为一到这个下班的高峰期间啊，这个空气污染度简直是太大了，空气质量极差，颗粒感都特别强。不愧是富人区啊，家人们，大路虎、大陆巡。咱们已经来到了孟加拉富人区旁边，是孟加拉最好的商场。有个事儿很好奇，家人们，一进这个商场，这就写的什么 Taga， 这是一个本地的服装品牌吗？这一溜都是它的这个招牌。家人们有知道吗？这个叫做 Taga 的这个服装品牌。这门口摆着一个 Miniso 和一个 Vivo， 难道说这个就是全孟加拉最好商场的中流砥柱了吗？这是商场的正门啊，进这个商场分男女不同通道，还要经过一个安检。咱们就正式进入这个商场了啊！我会以为会有一些我认识的品牌啊什么的，但是除了门口咱们刚看的那个 vivo 和 Miniso， 剩下这些我都没见过，特别像我小时候20年前那种小商品批发市场的感觉。家人们，你看。它底下卖什么锅碗瓢盆的，上面好像是卖什么电器的吧，卖服装啊什么这那的吧。有北京的家人们应该知道啊，这个地方说实话特别像我小时候的金五星，你们知道吗？或者有点像洞批。直接咱们坐电梯啊，先上到顶楼去，因为我感觉一般顶楼是可以代表这个商场最高级的那个层。为啥呢？因为一般顶楼要不然就是美食城，要不然就是电影院，所以我也蛮好奇。
这个最好的商场的顶楼是干什么的？这写了一个啥 ？Future World， 是什么游戏厅吗？游乐园？这 Future World 好像是游乐园，50块钱的入场券啊，里面有什么小火车、小木马啥的吧？啊，给孩子玩的小乐园应该是。这儿进去以后应该就是健身房、蒸桑拿、游泳池，不拉不拉什么的。整的这还挺像样，这小浪子整的还挺像样。Luxury World， 哦，卖运动产品哇，5G， 阿迪、耐克、安德玛什么的，反正总之吧，就是一些运动产品，再加一些小衣服什么的。家人们，他们把欧文放在这个柜台的最前面啊，然后上面写了什么 Luxury World， 就是耐克、阿迪、安德玛。以及欧文的蛋白粉在这边就属于奢侈品了，又有点像我小时候20年前吧。我觉得那个时候看班里哪个孩子穿个阿迪耐克，我就觉得这家肯定是富人。我觉得所以这边的这个思想阶段可能还停留在那个地方。BFC， 这行啊，这个 BFC 啊，它叫 Best Fried Chicken，OK， 应该是。就是孟加拉版的肯德基，这边基本上一个汉堡在10几块人民币，接近20，一个套餐的话要30至40人民币左右，这个价格不便宜，基本跟咱们国内肯德基的价格现在差不太多。这是吃什么的这么火呀？哦，就是那种杂饭摊，打好几个菜杂饭，这种应该是对本地的老百姓啊，应该是比较受欢迎的。这边全是杂饭，各种各样的咖喱，应该是鸡肉、牛肉、羊肉什么的，各种各样的咖喱。这边也是各种各样的杂饭摊，这是什么呀？反正可能也都是各种印度餐吧，这是杂饭摊，各种杂饭摊。我感觉这边人好像节奏特别快，特着急，吃饭也着急，是点餐也着急，是什么事儿都特别着急。你们猜我找到了什么？空腹 noodles。这有个中餐家人们，红烧牛肉面、番茄牛肉面。这说好中国味道，怎么上来还是给我整点披萨呀？有饺子、面、口水鸡。妈呀，这一份口水鸡合人民币干80块钱的了，半个馍30多，也确实是啊，在国外吃中餐。贵，但我没想在孟加拉吃中餐这么贵，一份洋葱牛肉100多块钱。咱们还有几天就回国了啊，忍一忍好吧，咱们回去再吃中餐。有一个保龄球馆啊，国内好久没有见到打保龄球的地儿，我感觉好像我小时候小不点儿的时候，好像在国内特别火吧。这个顶层还有个电影院，这个电影院的装修也好像20多年前我小时候那个。去五道口工人俱乐部的感觉。How much for ticket? Regular ticket 500 and 550, and VIP hall 800, 1200 and 1400. 大概是30人民币到100人民币左右吧。我说实话，这个价格啊，对于本地人来说不便宜啊。这个价格在咱们国内去一个不错的电影院也足够。准备下一层了，这一片啊，也像我回到了20年前北京的中关村，什么顶好、海龙，这地下1层那种场景，各种倒腾手机的、修手机的、贴膜的，手机都偏老，是卖11、卖12呢，还没有新的手机都，这最新的手机是14。这儿还卖着，这是几啊？啊，这还是国行，家人们。国行 iPhone 7、iPhone 6吧， iPhone 5好像是，这还卖着这个呢，而且还是国行，我估计应该是咱们广州、深圳那边发到这边来的。家人们，这太明显了吧？这一看就是从咱们广东、深圳那边拿货，这还打着板呢。From 光州、深圳人，深圳人。
太可爱了，他们这边都应该深圳拿的货，我觉得。老板直接就笑了，一看我直接说出了广州、深圳，直接冲我笑，也不跟我在宣传。我们这便宜多少钱？要不要看一看？写的什么克莱士顿，这也是从咱们深圳谁家进的货吧？这一进100。深圳。基本上就是咱们华强北的一个小缩影。华强北驻孟加拉分拉，或孟加拉分北。再往下走这一层，好像是潮牌一条街，咱也不知道这是真是假。瞅一眼，价格我就知道了。哦，几百块，应该就是玩高仿这一块的。这你看，这还有咱们这个中文的，也是从中国进口过来的。刚才那双 LV 卖800多，这高仿鞋咱们莆田货在这边卖的不便宜啊。但是这个莆田货应该是咱们就国内那边质量最低的那一些。对，我感觉孟加拉这边可能也不是特别管这个仿造啊、冒牌啊什么的吧。我的妈呀，好多鞋都是超顶。好多鞋都是超顶的鞋，你看这个大倒钩做的啊，家人们，这个货不对版，版不对货，这个鞋头做的也不对，这个质感根本就不是皮，家人们，这个有点像那个怎么说呢，塑料纸壳。咱们来看这双倒钩卖多少钱啊？这双倒钩合人民币要500块。我觉得这在咱们拼多多上应该是99，还得包邮吧。这么小的一个店里雇了得有接近20个店员，我的妈！这说实话，这个利润蛮大的。这卖出去1双或卖出去1个，那是不少挣。就是在国内不敢。哎，家人们，这是一个特别经典的一个迪奥啊，特别经典的迪奥。然后它叫什么呢？它叫哈卡斯，各种香包啊，家人们，咱们瞅一眼啊。不是，家人们，你这大球单做的也忒假了吧？这哪是皮啊？这上面薄薄一层纸。这一层哦，原来是这个经典高仿潮牌一条街，而且明目张胆就这么摆在外头，在这个全孟加拉最好的商场的第3层。家人们，和本地富家小姐姐在情人节约会是什么样的？我现在已经身着了一身非常华丽的邦加比啊！今天是2月14号情人节。今天呢，我在富人区挑选了一家非常有名的老字号餐厅，邀请到一位本地的富家小姐姐。So this is Zara， 符合今天的这个拍摄的风格，所以今天我们来了一个 green color。Spring onion and tofu and some chili, so much garlic. Yeah. This is so good. Shanghai vegetable. Shanghai vegetable. Yeah, because this one is so famous in Shanghai. 蒜蓉炒上海青的蒜蓉。这个是黑椒牛排煲，他们这儿厨的是山东厨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口味是非常适合老杨，我觉得非常适合本地孟加拉人，就是这种咸鲜口，我觉得挺适合的。总之啊，我就是觉得在海外能吃到这么正宗的中餐，真的挺不容易的。今天呢，4道菜啊，就够我们俩人吃的。一个川式拌豆腐皮儿，一个蒜蓉炒上海青，一个宫保鸡丁，另外一个就是黑椒牛排煲。I like this one. This is so good. What are these? Peanuts. Peanuts? Yeah, Wow. peanuts. This is so delicious. I'm gonna come back here actually. Really? Yeah. Let me give you a challenge to use the chopstick. I got this. Let's go. Everything gonna be like balanced. Beef, chicken, natural vegetable, and this one is made by Yellow Bean. How many course we need order? 1, 2, 3, 4. It's okay. Yeah. 5, not okay. 6, okay. It has to be even, not all. Yeah.
The good things must be eaten. When we cheers, Yeah. I will hold here. If I am younger than you, Yeah. I must be lower than you. Oh. 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啊，首先我们有了统一的着装 Yeah, same same dress. dress in Yeah. this special day. Yeah, exactly. Is this your first time to eat like the Chinese food like this? Yeah, like authentic. Yeah, first time. Yeah. How do you feel it? I love it. All the dish, they were like so new to me. Also refreshing because you have those vegetables, the balance thing. I loved it. Do you want to go to China after I said all of this? Of course, I so want to visit. Now I'm like so hyped up for China. I really want to visit it. 这次孟加拉之行还是让老杨感慨万千的，去了很多的贫民窟，也去了富人区，有幸呢还能去到馒头哥的家里做客，认识了大馒头还有米奇。当然，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呢，有了一场特别好的约会啊。当然了，我们这个是在这个国际交流程度上啊，把中华文化这个博大精深传播到全世界，用脚步丈量世界，用眼睛观察世间百态。还是那句老话，世界奇特，老杨在这儿呢。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peace，点赞关注。